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黑芝麻蛋糕，加了黑芝麻粉的戚风蛋糕，带着浓郁的芝麻香味。蛋糕本身清淡不腻，配上简单的裱花和醇厚的黑巧克力，强烈推荐这个口味做给家人和朋友。这种小蛋糕修身高挑一点，裱完花会显得更漂亮一些。所以我用的是一个5寸的加高模，9厘米高，如果没有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配方也同样适用于6寸的普通模具。首先我们把鸡蛋的蛋白和蛋黄分离，鸡蛋带壳65克左右，蛋黄搅匀后，加入和体温差不多的牛奶和植物油，不断搅拌2到3分钟，直到牛奶和油充分的乳化。这时可加入黑芝麻粉，我用了现成的黑芝麻粉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磨的，不过量要减半。不断搅拌，直到黑芝麻粉融进蛋液里。分2次筛入低筋面粉，每次筛入之后，用 Z 字的方法搅拌到见不着干粉，不要太用力，以免面粉起筋。这时可把烤箱预热到140度，蛋白里倒入少量的柠檬汁，也可用白醋或者塔塔粉来代替。中高速打发，先出现较粗的泡泡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，直到蛋白开始出现细泡，再加入1/3转中速打发，这时的蛋白霜开始出现明显的纹路，呈弯钩状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性发泡。有些网友说做戚风的时候有时会出现底部凹陷的现象，所以今天在这个阶段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，可以让蛋白霜更稳定。再加入剩余的糖，低速打发。到了这个阶段，蛋白霜已经成型，很容易打发过头，所以需要不时的提起搅拌头观察状态。直钩状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干性发泡，就是今天需要打发到的状态。蛋黄糊里加入1/3的蛋白霜，用翻拌的方法由下至上的翻搅。有些大块的蛋白霜也可以用切拌的方法来让搅拌更均匀。等见不到一丝蛋白霜了，直接倒入剩余的蛋白霜里，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搅拌。整个过程要快而轻，这样蛋白就不容易消泡了。倒入5寸的加高模具里，大约7分满。放入烤箱中下层，烤至大约40到45分钟。由于模具本身的高度，内外受热不均匀，容易造成表面开裂。因为要做裱花蛋糕，所以也不需要过分追求表面的平整。蛋糕取出后轻震2下，震去蛋糕中的空气，然后倒扣放凉，直到完全凉透之后才脱模。用刮刀绕模具边缘刮一圈，一顶底部就脱模了。底部的脱模慢慢轻压蛋糕侧面和底部。脱模之后可以看到底部很平整，一般裱花蛋糕的底部是用作最表面的。来分割蛋糕片，蛋糕放在转盘上，用刀做好分片的记号，最好用这种长的锯齿形刀，平切入蛋糕并进行转动。这个加高版的可分成4层，如果6寸普通版的分成3层。奶油里加入糖粉，中高速搅拌，直到变得开始浓稠起来。倒入黑芝麻粉，继续中速搅拌，直到奶油出现很细腻的纹路和阻力。提起搅拌头，奶油出现直立状态。如果你打发稍微有点过头了，可以再加入少量的奶油，低速搅拌一下。我们将最顶部开裂的那一片放在底部，
蛋糕托上抹上少许的奶油，固定蛋糕的位置。抹上奶油，左手顺时针转动转盘，右手刮刀以15到20度逆时针将奶油摊开刮平，奶油一定要盖过蛋糕的表面，这样多余的奶油就可以用来涂抹蛋糕的四周。用同样的方法将其余3层的蛋糕片都涂抹好。先用刮刀大约20到30度，一边旋转转台，一边将四周多余的奶油抹走，直到表面变得平整。抹面是个技术活，多练几次，自然熟能生巧。最表面的奶油抹好后，把刮刀洗干净，热水烫一下，在表面轻轻的一抹，表面立马变得非常的平整。裱花前，我们将奶油在低速搅拌20秒左右。一般来说，裱花用的奶油需要比抹面的奶油稍微硬一点，这样才方便塑形。用大号6爪2D 的裱花嘴，奶油装入裱花袋里。为了尽量让裱花之间的间距平均，可以先用刮刀做好记号。裱花后，可以在间隔的地方放上黑巧克力、奥利奥饼干或者蓝莓作为装饰。最后也可以撒一些银色的糖粒。做好的新鲜蛋糕，冰箱里可存放2到3天。戚风蛋糕又松软，口味又清淡，配上香浓的芝麻口味，强烈推荐你们试试。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